有时候容易就是喜欢上别人就这样子去了。对，你跟这个人还没有在一起之前，你都知道我自己是谁，我要找什么样的对象，然后我有什么样的期待。但是有时候进入到一段关系以后，我会容易去做一个我觉得是对这段关系不好的牺牲。他喜欢怎么这样的生活，我就去配合他。但是在这当中，就是我流失了掉我原本的需求，他也会渐渐不喜欢我。他一开始喜欢的、受我吸引的，可能是我的那个自信跟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那个距离就拉得越来越远。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迪克太太。今天旁边是我们的9M88。嗨，大家好，我是9M88。我头发现在变直了，但是我还是9M88。我那时候一直以为你是1988。哦，很多人都这样觉得，殊不知还是小了几岁。+2，1988加2，1990。过30了，有什么新的感受吗？我觉得20几岁的时候回想，就是觉得对自己有很多梦想憧憬啊，然后会觉得很多事可以做到。30岁就开始变得非常的务实。然后以前是有点像向外证明，想要向这个世界就是宣告说，我喜欢做什么事啊？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喜欢表演的人。然后但到30岁，可能也是在这个行业久了一点，开始觉得我开始要往自己内心探索多一些。我觉得是不是29过30，在往30之后，很多人就是在那个时间点突然在紧张，要不要结婚啊？对，这个工作适不适合啊？刚好会是一个自己与年轻的自己的愿望核对的一个时间点吧。是，你有看那个 stand up comedy 吗？有一个 comedian 叫做 Ellie Wong，他就是在里面开玩笑说，过了之后大家就开始看 self help 的书，自我帮助啊、冥想啊、练瑜伽，想要把自己的人生很用力的翻转。没错，我是已经在这个时期的中间了，了解。你才刚开始而已。我是才刚开始，而且你刚才说那些一些自救守则啊，然后什么不管是跟感情啊、跟自我探索、身心灵啊，哇，我也是真的是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就是看了很多书。但其实也是因为就可能遇到一些 crisis， 所以才会这样子吧。通常都是这样。什么要说说看吗？不外乎就是感情啊。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就是说20岁的尾端，我开始看到我想要做的，或是我的梦想的一个起步，好像有一个门打开了，所以这件事开始有一个步骤，可以让我慢慢的有条理的去规划它。到这个路的中间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高原期嘛，或是需要在中间喘下来休息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去回顾说，那我之前是怎么想的，要去核对，就像你说的要去核对，这些事业会影响到感情上面跟家人相处上面都有。以前也会遇过失恋啊，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去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以前都会觉得分手了，我不爱他，他不爱我，那就这样子，我很难过，那就这样。但是好像我开始觉得我要去探究说为什么我们分开，那我可以怎么做，然后去让下一次的感情不会再重蹈我一样惯性的覆辙，所以就开始挖那些东西是什么。大家就是总要开始对人生有疑问，你才会开始去找这些答案。不管怎么样，那个旅程最后一定都会让你学到非常多的东西。你现在还真的很年轻，很年轻，未来还有很久的路，你可以真的慢慢的认识自己，看自己，跟自己相处。然后之后，这个人希望很快就会在某个地方，刚好你站在那，他也站在那。看一下在哪，打雷了，就是刚好遇到一个打雷。我也不知道这次的这个感情为什么会对我来说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个影响可能或许就是说，这个30也到了，我也一直在不断的反刍，然后去想说，以前人生我怎么应对，我怎么对待一段关系，那个关系扩展到我跟家人的，我跟朋友的关系。或许我把一段感情，不管是它是怎么样的形式，都想得太不慎重了。我是不是可以再重新用一个方式去检视它？我下次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跟这个人对话，而不是我只把情绪反映在我的就是喜怒哀乐上面。要怎么跟他沟通，这些事情也是最近才开始启动，就是想说可以怎么做这样。我猜大家会真的好好看一下自己，不管是不是感情啦，自己跟朋友的关系、家人的关系、跟工作的关系，通常都是会觉得说后面也不知道
该怎么样了，因为人很不喜欢改变。对，当你觉得好像要改变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太多次重复的 pattern， 如果再下一次也是这样子的话，有什么意义之类的。包括我自己还有身边的人，好像都是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开始看到自己在人生中的一个小循环。对，而且以前都会觉得说，就是对方为什么我那么衰，我就是遇到一样类型的人，然后他会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对我。但是我突然发现说，该不会是我自己也习惯这样去对待别人吧？所以我才得到一样的答案这样子。所以突然有一个契机让我跳开来，然后就去检视说，原来其实我真的是有时候脾气也不是很好，原来我有时候太自己的想法为重，或者是我没有换位思考，就开始改变那个观看的角度，这样子。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对自己比较严厉一点，对，就会觉得原来是你这样没有。后来你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夸张，你就是只是在做你自己而已。而且我觉得刚才我说的有点像是我在检讨，说我在这段关系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但有另外一件事，我也是在这几年开始发现说，其实你一开始都知道，你跟这个人还没有在一起之前，你都知道我自己是谁，我要找什么样的对象，然后我有什么样的期待。但是有时候进入到一段关系以后，我会容易去做一个我觉得是对这段关系不好的牺牲，就是说他喜欢这样的生活，他喜欢这样的方式，我就去配合他。但是在这当中，就是我流失了掉我原本的需求，原本的期待，然后他也会渐渐不喜欢我。那因为那个点是说他一开始喜欢的受我吸引的可能是我的那个自信跟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这个距离就拉得越来越远这样子。是，所以我就也会去思考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坚持我自己的立场，我自己想要什么，我在这段关系想要的理想的状态，而是好像后面就是因为不断的配合，然后去转换成另外一个样子，不是像我的样子。开始了一段关系之后，你一段时间你就是跟自己核对，对，现在还好吗？现在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对，我相信关系是要两个人共同去努力的。那自己核对完可以互相核对也不错。我觉得互相核对好像很难呢，是不是？这个感觉需要一个真的两个人的精神力跟素质都到一个很相应的状态。你可能就是在交往之前先过滤一下。这个我就是比较不会的点，我有时候容易就是喜欢上别人就这样子。去了，对，你开始往内看之后，你的这些改变有反映在你的生活其他方面吗？你的事业上？有我觉得对待人的态度不一样很多。因为之前我对突发事件或是一个比如说工作上不如意的事情来，我常常会那个反应是情绪直接来，然后我有一点把那个情绪直接丢给我身边，比如说我经纪人啊，或是我的家人啊，让他们去承受我那个重量。这个旅程结束以后，就发现说，原来我是这样子的人。其实我给身边的人蛮多压力的，我可以怎么样减轻他们负担？因为他们就是那个最爱我的人，但是我总是把所有的刺都刺向他们，那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受不了，然后他们就离开我？我就是开始想这件事情，才慢慢的就是说，好，我遇到一件事情，我不会先反映我的情绪，我会先去消化它，我先暂停。好，我大概知道我可以怎么做，然后我才把可以去跟人家沟通的事情，再跟我身边人讨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我就是变成一个比较圆融的人了。我之前真的是脾气比较暴躁。你刚讲的那些形容都很正常，因为我们通常都是把好的留给外面的人，然后把坏脾气留给最近身边最爱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有安全感，对，就觉得他可以接受，他可以包容，就是他们应该也不会因此就怎么样了，对，所以大家就会对家人稍微比较凶一点。长大的人就会开始觉得好，就是我也不应该这样回报人家对我的爱啊之类的。有反映在你的创作吗？接下来这张专辑啊，跟之前第一张我自己感受是蛮不一样，因为之前就是有点像说我要告诉这个世界我来了，就是那种兴奋的热情的向外证明的。但是这一张是就是向内探索，就是说
我现在怎么了？我的情绪是怎么样？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个悲伤很低潮的时刻，我要去怎么样去把它用我的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然后让它珍藏起来，然后就翻页这样子。我觉得这次感觉是比较内敛，但还是很多心理的一些小 OS 啊等等的。举个例子可以来讲一下。有一首歌在我们的专辑里面最后一首歌叫 Star， 本来这首歌它是第一张专辑原本的第一首主打歌，但那时候没有发。然后以前的歌词其实比较跟现在这个版本不一样，以前就是我是一个星星，我以为你要唱光芒。其实它是原本是我第一张专辑的那个平庸之上的歌词，然后后来我把它就变成平庸之上这首歌。然后它以前歌词是一颗明星不可思议，你也是心不可一世，就是那种登场。但现在呢，这首歌的开头就是变成 I'm so tired，Can't keep my concentration aligned， 就是说我很疲倦，然后我现在没有自信，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像之前就是写出那种哇好棒哦闪亮亮，就是我现在是必须告诉自己是说，其实我现在就是觉得我蛮倦怠，我蛮疲倦，就是在我的人生的路上我遇到一些低潮了，但是呢我还是期待有一天我可以超脱它。所以这是我现在跟之前看自己，然后跟看这个所谓的这个事业跟梦想的差距，当然就变得比较实际，然后我也喜欢这样的样子，就我觉得很诚实，就是你眼中看的自己跟现实是比之前更贴近了。对，我觉得是，而且就是长大了，然后对我来说长大就是要接受很多残酷的事实，就是梦想你好像做到了一件事情以后，它有很多附加的成本，然后那些附加成本会拖垮你原本那个很光亮，你觉得一切都可以做到的那个样子，它会抽丝剥茧发现原来其实它就是一颗石头，它不是钻石。我的感觉有没有觉得有点可是我大概听得懂就是有些观众就会觉得说我想要当 YouTuber， 我想要有很多订阅，对，可是你看到的是那一个点，就是那一行字100万订阅 YouTuber， 没有看到的是你要付出的是什么，成名的代价是什么。没错，长大的其中一个过程就是你看到一件好事，但你同时也看到了代价。对，而且我觉得成功或是你慢慢接近你的理想跟梦想，它只是一个入口，我觉得后面很多路要走，然后那个路是很多岔路，你有可能会就是一个选择就会让你去别的地方，或者是说你如果没有可以扛起所有刚才那个附加成本的能力，其实那个门又会再关起来。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后期都是你要如何就是坚守你自己的价值，然后你背负着所有的其他你还需要消化的负面压力跟好的地方，但好的地方曾经对你来说是很棒的，比如说在路上被人家认出来，大家在听我的歌跑过来要跟我要签名，本来是一个我觉得好棒，我希望大家认出我，但现在我就会觉得我想要一个人没关系，我默默的就好，就是那个东西就是全部你都要扛着，然后这样往前走。感觉现在肩膀很重很硬。你也是吧？我没有，还好，还好。先暂时扛一下。你看你第一张专辑的那个平庸之上这首歌，Above Average， 你是在讲你自己吗？我觉得那个是在讲说小时候对于这个梦想，就是说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唱歌，然后好想就是进到这个行业，但我都觉得我自己办不到，永远觉得自己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做到，就有一点没自信。但是虽然外部的人看起来我好像每次都这样哈哈哈这样子，好像蛮有自信，但是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会去批判自己的时刻，说自己 above average 也蛮批判自己的。但是翻英文是写 beyond mediocrity，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没有比较好。其实我后来想想，这个名字不是听起来很正面，但是一开始我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是觉得好的，因为我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自己的平庸，因为那个平庸不是说别人看你，而是你去看自己，会觉得不管怎样，有些人就是还是没有办法觉得自己好。这就算就是有那种很厉害的人，或许他也有这样的 issue， 所以这首歌是有点像是说我突破了我自己的恐惧，然后你们也可以突破你们恐惧，不管它是大是小，不管是你要去就是当太空人去外太空，还是呢你怕蟑螂，然后你先不怕了，我觉得这都是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这个人生可以继续推进的动力。那你觉得如果当时的你 percentile 0到99，你觉得你在哪里？这也是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开始啊，进入这一行的开始真的非常非常幸运，就我没有参加选秀节目，我也没有给唱片公司签约当艺人，但我就是开始让大家知道，所以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很不错我会觉得差不多80，但我现在如果你说现在的话，现在我好像会觉得70，但是以我整个心理稳定度跟我的表演跟我的事业的专业展现，我确实觉得我在进步，就是学了越多或是接触越多，我就会觉得我越来越不会，开始觉得哇，原来我很多事情都不会。我跟你的阶段很类似，有点初生之犊不畏虎。对，那你现在来怎么看自己？你刚刚遇到这些很多事情，我都有看到自己在那边去，我会规划未来几年的计划，对，但是我不会一直去看我说我现在有没有达到那里 ，OK， 而是我会专注在今天，我会提前看大概2个礼拜我自己的 calendar， 我就会确定我这2个礼拜每天我该做的事情我有做完就好，我不再多想，因为再多想对我来讲都是一种负担。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说，我还是容易紧抓着那些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不放，比如说我接下来要发专辑了，我会担心说那其实我前面在制作的过程中也有痛苦，但是完成一个作品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要发行的时候带给我非常大的压力，就是别人怎么看，成效怎么样，这都很对自己很残忍。对啊，我们今天录的影片也有可能10个观看呢，没办法，但是我们只能在我们现在就是是不是有很努力的在聊天，大家听得出来？对，就是你在做专辑的时候，你已经费尽心思，然后把你的精神全部都灌进去，那场战争已经打完了。对，如果你这么努力，然后做这么好的东西，好东西就是人家就是会看到嘛。你要相信大家还是耳朵很好的，我相信你。然后为什么我又回到必须只能专注在今天当下，就是像你讲的，我只有现在是我能控制的，我之后超出那个去控制，只会让自己背太多的东西。如果你当下就没有再努力了，你之后你也不能去期待什么，也不能期待什么。对，既然你都是一个给自己精神压力这么大的孩子，那你平常是怎么舒压的？我以前都会觉得喝啤酒很舒压，但是我觉得近年来很不管用，开始痛风了是不是？我也没有喝那么多，也30了，那个代谢没有那么快了。我开始觉得酒精会残留到我身体的那个时间拉长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好像只能借由运动跟就是微量的就是静坐让我比较减压这样子，所以现在就是有上瑜伽课啊，然后我觉得拳击蛮有用的，就是它是一个发泄，然后但是它又有养心肺，然后我睡觉前就是我会给自己有点像是一个仪式，那个仪式就是说我要睡觉了，我不要再碰手机，我会有点像是有意识的呼吸这样子扫描自己的身体说我要放松，让自己睡觉。我觉得我对现在在做的就是身为一个表演者跟歌手创作者，我还是有一些想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不管是希望让自己的音乐再分享给更多除了听中文的乐迷以外，我希望就是可以有更多的互动。我看到你有跟韩国歌手合作，然后那个歌听起来好像不像你平常的歌。有，那首歌叫 Sleepwalking， 然后这张专辑其实
有点像是一个疫情之下的宝宝，叫做 9m88 Radio， 然后他跟很多世界各地的制作人，我是每一个都是自己亲自去邀约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制作一首歌？那他们多半都是平常有自己在唱歌，但是他们就是退来做制作的角色，有点像是因为去年2年就是没有办法很常出国，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身为一个表演者创作者跟世界有点脱轨了，我觉得那个距离很远，所以我自己一直在找一个方式是说我可以用云端的方式，但还是可以跟他们有一些交流，所以这张作品就出来了。所以接下来还是希望可以去各个地方分享自己的音乐。我希望还在有点后疫情时代的大家可以好好的往里面看，因为反正你就是在家嘛，你往里面看这是你最方便的事情，真的。然后听一下9m88的新歌，请大家支持9m88 Radio， 8月8号就发行了。这张专辑真的找了一个我内心觉得很棒的创作者们都来合作，然后希望不只听中文的人也可以听，所以就是分享给你们。然后我觉得很适合现在还在自我追寻，特别是女性来听这张专辑。我们就谢谢9m88，谢谢柯太太，大家都去支持他的新歌。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哦。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